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4月5号，也是清明节，视频来跟家人们聊一下。有一些朋友是讲还有资金能不能再买这个狗狗币，或者是哪一个点位可以买。包括我个人目前有本位的多单，昨天也是拉到50倍的杠杆，也是平了一部分币本位的多单。因为计算了一下，币本位如果未来真的涨到$10的狗狗币，感觉是没有优本位的来得快啊，所以加了一点狗狗币的多单。包括昨天在 Discord 社群上面也是及时通知了大家 ，UNI 4个小时是有一个小型的多方吞噬，我是在赌看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一个收敛三角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昨天这个 UNI 现在是已经有利润，包括昨天也是在推特上面也是及时通知大家 ，UNI 可以做多，直接开多。然后防守位就设在5.8，所以等下来跟大家讲，我个人是觉得你如果有利润，要平一部分也可以，因为目前比特币还是在搭台哦。那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比特币目前的形态，它在搭台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 VIP 聊天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。狗狗币其实涨多了一根，目前是在震荡啊。然后它这个位置，如果要再找买点的朋友，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根它现在是在整理。如果要继续攻，其实2到3天是很关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布林线，它日线现在是在轨道外。以往的经验，如果是一个强势的品种，像这种，它一般冲上轨。有可能会回到这一个上轨道内，但是2到3天之内，它会继续冲上轨，也有可能是一直维持在这个上轨道来继续往上攻。所以就这么1-2天看整理到位，到底会不会继续攻？如果是回到轨道内，那也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要开始横向震荡一段时间。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，其实上面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压力啊，就前面的这几个位置，或者是这一个矩形如果突破，它的目标位有没有可能来到这2个上影线的位置，也是有一个压力。那么再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历史上它一般突破这种上轨，一般会持续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、5天、6天、7天，一直在这个轨道外。一般20%的时间有可能就是非常强势的情况下，会一直维持在这个上轨道外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的狗狗币的牛市，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在21年的4月份，它持续在这个轨道外波动的时候，一般都是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，所以整理可以接受，2到3天之内能一直维持在这个轨道外，也不排除它会继续攻。所以如果这个位置想再买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震荡的一个支撑区。前面的这个位置的高点位置，大约就是这2根 K 线收盘跟开盘的一个位置，大约是在0.089附近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。如果是真的有在压回这个位置，我个人的观点，你可以买现货，在这个位置其实要买的话也都可以买。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能撑住，或者是它也不一定会压到这个位置啊。其实昨天的这一个下影线低点，目前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个高点位置，它在这个位置支撑都非常的强，有可能整理个2天，看会不会继续攻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一个牛熊线啊，因为前面这一个区间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也不排除如果再去牛熊线下方，全部都是买点。因为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狗狗币在20年7月份的这个位置啊，当时这一个位置也是有一根接近1倍甚至2倍的一个涨幅，后面是横的一个区间继续挖坑，挖坑是在这一个牛熊线下方挖坑，所以前面也是一直跟大家讲，狗狗币有下去你一定要买。现在目前的一根突破有可能就类似这一个突破以后，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收十字线，或者是有进攻，但是也会再压回到这个牛熊线。所以现在的一个走势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
这个位置如果是已经突破了，因为现在确实是有利好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马斯克是把推特的这个登录头像给换了，不是手机端，手机端是看不到，所以你可以用电脑端去登录这个推特。目前的头像就是狗狗币的这个 logo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目前的位置，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如果目前的位置它真的还有类似20年的那一个压回的行情，就是会不会再压回到这一个周线里面这2条牛熊线的一个支撑位，有资金的话应该要继续大胆的给我买入哦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一波狗狗币开始一波大涨的一个走势，其实早在这个位置就有迹象了，因为也是看到这一个 DMI 指标，它是已经正向交叉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指标啊，就是绿线跟红线已经是开始走成一个正向的交叉。一般它在下跌的时候，它这个红线会在上方，就是负向的交叉，绿线会在这一个下方，所以这一波走势是跌的相对比较深啊。但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就已经变了，这一个绿线已经开始交叉这个红线，特别是这个位置现在就是一个大 N 型的一个转折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一个哈根艾希指标，其实每一个波段绿钻放出来的时候，像上一次这个位置放量突破有量的时候，有压回这几个低点，全部都是在压回这个哈根艾希指标的这个上沿位置，包括上一次也是一样。比如说在23年1月初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不是突破嘛？突破它有2根 K 线，当时也是有重新压回到这个哈根艾希。包括这一次压回来这个低点，其实压回来也是买点，它最终都是会继续往上突破。所以目前的位置，我个人观点，绿柱都已经走成一个正向的结构，你要买，如果真的还有资金要买的话，可以现货买一部分也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，昨天在 Discord 社群上面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给大家的建议，现在是已经有利润，而且它这个收敛三角都已经突破。我的观点是，昨天是希望朋友们防守设在 5.8， 那现在可以把防守设在个人买入的一个成本位置啊，有可能还是 N 型慢慢的走出去。主要是大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特币现在的一个走势，个人的观点它还是在这边搭台呢，短期最近是跌的时候有量，还是一样，就是跌的时候有量，但是量能有出来，它价格也不一定杀得下去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前面在这个位置不是有跟大家讲，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边跌的时候量能是出不来，然后跟前面的这一个区间比的话，量能是在萎缩，所以我个人的观点，筹码是在吸收。然后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，在结尾的时候是有提到，这一根量是很大，但是价格都已经过了，所以我个人观点，它现在还是在搭台，有可能就类似16年的一个高位，目前横盘的时间可能要拉长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目前比特币这一条20的均线，现在已经是来到就当前的位置，大约是在28000或者是27000，所以下一步这一条20的均线，现在这3条均线都已经不重要，不要看这3条均线，其实都可以关掉。我个人观点，有可能还是在震荡的目的，为了等什么？我们要去留意一下4月12号。到时候美国的 CPI 也是要公布啊，目前公布的一个预测值是在6啊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目前箱体震荡，主力也是为了等待 CPI 到底会不会进一步的下滑，有没有可能美国那边下一步会不会停止加息，也是不排除。然后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以太坊，现在也是突破。我个人的观点，长线低点有买的话，或者是我个人更早之前有买的以太坊，目前的话还是继续抱啊，没有做卖出的动作。有可能13号以太坊升级的时候会不会来一波慢牛的行情，也是不排除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